这个女人被原本该下乡的三姐抢走了城里的工作，还被偏心亲妈逼迫，无奈下乡吃苦，没钱没粮的妹妹只能白天干活，晚上拼命学习，终于在第2年考上华清大学，得以返城。而心上人为了这大学名额能给白月光，假意娶了她，把她困在公婆家，被一家老弱病残生生折磨8年，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了，独自找到部队准备离婚，却发现8年没回家的丈夫早已红杏出墙，而出轨对象正是抢走她工作和大学名额的三姐。当听到自己养了5年的2个孩子不是收养的，而是丈夫和三姐的野种时，她当场怒气交加，一口气没上来，被活活气死。再次睁开眼，她重生到了母亲逼迫她下乡的那一天。呵呵，看来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狗男女，你们看好了，收你们的人来了。老四啊，就当妈对不住你，妈的这个工作得给你三姐才行，你身体比你三姐好，下乡也只能你去了。不过你放心，家里会找人活动一下，争取给你找个工作，让你早点回城。老四，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是在埋怨家里吗？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妈，你要是非得去报名让我下乡，那么我就去举报你最喜爱的老三明美，咱们直接来个鱼死网破。反正你们一直偏心，没我这个女儿，那我也不要你们这些父母家人了。你这个孽女，吃里扒外的坏东西，你还敢去举报？我今天打死你得了！叶母伸手就要打，但叶明踏可不会像上辈子那般正直对他，他躲过这一巴掌，转身就跑到一旁的桌子前，直接就把桌子。你这死丫头疯了！我打死你这死丫头！见状，叶明踏边跑边推倒伸手无处地的全力攻击，转眼间家里一片狼藉。老三疯了！我妈要打死我，她偏心不让三姐下乡，非得逼我下乡。死丫头，你有种就死在外面，别回来！明庆妈，你家老四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说要去死？你打孩子也别打得那么狠，这姑娘终究是打了。况且你们家老四挺好的。他好什么？这个忤逆不孝的贱丫头，把家里的东西都给砸光了。老天爷，我怎么就生出这么不孝的死丫头？等这贱丫头回来，我一定要打死。下乡这辈子下不了一点，对得起国家了。这辈子得为自己活，我得先去找个工作。你好，同志，请问你们厂是不是招拖拉机手？没错，怎么，你家老有人会开拖拉机？我会，我就是来考试的。姑娘，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很忙的。领导，我真会开，反正是骡子是马，去溜一溜不就行了？你们不是现场考吗？我要不成，你们直接赶我走就行。他在上辈子下乡时可是真开过的，加上他聪明过目不忘，每到农忙的时候缺拖拉机手时，他都能顶上去，所以此次考试叶明踏相当顺利的完成了。恭喜加入我们机械厂，您是拖拉机手试用期1个月，如果表现好，就能成为正式工。谢谢周副主任。叶明踏，你还有什么事吗？周副主任，我想把户口迁过来，厂里这边能给我办个接手手续吗？我不仅会开拖拉机，一般的拖拉机问题我都能修。你还会修拖拉机？对。那你跟我走，有一台拖拉机正好坏了，你要能修好，我可以招你为正式工。叶明踏明白，他必须从叶家剥离出来，要不然这叶家指不定拿着他的户口做什么事恶心他。老梁，我给你找了个人修车，你把工具给他一下。妈呢？你说的是他？反正这人交给你了，一会他如果能修好，就给我说一下。说完，周副主任直接走人了。老梁一脸问号，严重怀疑这是吃饱了撑的来寻他开心来了。你真会修拖拉机？对，我是今天录取的拖拉机手，我叫叶明踏。说完，叶明踏开始仔细检查拖拉机。2个半小时后，他十分满意的离开了机械厂。老四，你这是怎么了？咋弄了一身脏？婶子，我去找工作了。我妈为了不让明美下乡，把工作给了她，我只能自己找工作了。你回去小心点，晚点等你妈回家，跟她服个软。上午她可在家骂街骂了半天。叶明踏点点头，谢过好意就朝家走去。他看到上锁的门，冷笑一下，直接然后大摇大摆走进院子，而目睹全程的邻居眼珠子差点惊掉。老天，叶家老四真是被叶家逼疯了。叶明踏轻车熟路的在母亲房间翻出户口本，然后再次出了门。同志，我要迁户口，有接收地的准签证明吗？有。几分钟后，叶明踏拿着新户口本又往居委会的方向走去。你好，我是来替我三姐报名下乡的，我三姐叫叶明美，这是我家的户口本。她说要做一个有意义的青年，要响应号召，到那些最艰苦的地方去发光发热。你三姐思想真有觉悟，是个好青年。这个表格你填一下。叶明踏填得很快，在选地方的时候填上了他前世的那个村。知青办工作人员才不管本人为什么没来，对他来说这是完成指标呢。这是200，是每个报名下乡的知青补贴，你拿好。谢谢。对了，同志，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所以不再去下乡当知青，麻烦你帮我把名字去掉。正所谓天下是一家，我在哪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哟，你这单位找的真好，居然是机械厂，我这就给你把名字划掉。对了，你姐这个地方去得急，明天8点得出发，这是火车票，你拿给他。我会把车票给他的，如果他7点半没到，
那就麻烦你们过去一趟。毕竟我妈这个人可能思想觉悟不是很高，她可能会舍不得我那三姐去下乡。叶明踏看着变脸的工作人员，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再次回到家时，他差点被扔过来的扫把砸到。你这死丫头，赔钱货，你还敢躲？我为什么不躲？母不慈就别想女笑，想要我笑死你，那你就得一碗水端平。叶母听到这话，再次气炸。你是我亲妈吗？你们真是跟我有血缘上的关系吗？叶明他问得很平静，这也是他上辈子想问的。明明上面还有3个，下面也有1个，凭什么只有我活得像根野草？他们一个个都跟地主老财家的少爷小姐一样，全是不用干活享福的命，就我是一大家子的老妈子，丫鬟命。你是老娘生的，老娘让你干点活怎么了？你倒好，这就给老娘埋怨上了。他们都没念高中，就你念了，这是对你不好吗？要真对你不好，老娘早就把你嫁给瘸子换彩礼了。你个丧良心的赔钱货，给我老实下乡去，要不然老娘就算弄死你，也不会让你在这个家待着的。现在赶紧做饭去。我能上学是我自己争气，我上学都是第1名，学校老师给免的学费，跟你们有鸡毛关系？他们考不上是他们蠢。还有，从今以后家里的活别让我干，你要看不惯我，那就断绝关系好了。另外，既然你不想我好，那我自然也是不会为你们好。我已经自个报名，也替我那好三姐报名下乡了。这是她明天早上8点的火车票，你可得让她去，不然这抗拒下乡的后果，你们肯定都不乐意看到的。你个死丫头，胡说什么？你又没耳聋，就别装听不到了。我替我那好三姐报名下乡了，明天就走。叶母看到火车票和下乡证，顿时感觉天塌了。孽女，你给老娘滚出来！老娘今天打不死你，老娘就跟你姓。开门！叶母心急如焚，要不是心疼这门，她早就一脚踹进去了。突然，叶明踏拎着包裹出来了。孽女，我今天打死你！叶明踏突然一手就把板凳抢过来，然后直接扔了出去，把家里唯一的电视机砸烂了。妈耶，我的电视400块啊！孽女，丧门星，我打死你！气得眼睛通红的叶母在痛失400块后，早就失去了所有理智，抓起那个板凳就冲了过来。然后他再次夺了叶母的板凳，这次朝着挂坠砸去。你知道的，我力气比你大，你要是再砸我，那就不止这些了。厨房我也得砸，还能把这房子点了。反正我这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这个孽女，给我滚出去！我没你这个女儿。你要和我断绝关系？那行，把这个签了。从此以后，我是死是活，是穷是富，都跟你们没关系。行，老娘成全你个赔钱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丧门星以后怎么活。那按个手印。不准按！叶父突然怒气冲冲地赶过来，可惜晚了一步，叶明踏直接将按好的纸收了起来。叶父见扬起巴掌就要呼过来，叶明踏只好扯过来叶母，脆生生的一巴掌落在叶母脸上。女人怒开拖拉机2里地，成了厂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还转头就给三姐报名下乡到最偏远的山区。面对恶毒亲妈，不仅果断选择断亲，还让亲爹怒给她一个大逼斗。孽女，你居然打你妈！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扯，明明打她的是你。还有，她现在已经不是我妈了。早知你如此不孝，我们就该在你生下来时直接进马桶的。你们生下我，那是你们自个管不住裤裆，搞得像我舔着脸让你们生似的。你四妹，你怎么回事？看你撒泼打滚给家里造的，妈差点被你气嘎！你打我，打你咋了？打的就是你。叶明踏，你太过分了，居然连你三姐都打！呵，这架势是想当我姐夫啊？咋地？你一个备胎还想管我们家务事？叶老四，你少在这胡说八道，败坏我的名声！完了，备胎姐夫，我就说我姐没看上你吧。叶明踏，你什么你？再指我就去部队实名举报你。妈，你刚刚说什么？谁下乡？这下乡的人不应该是老四吗？是老四这个丧心病狂的偷户口本去给你报的名。明早8点的火车，他凭什么替我报名？他有什么资格替我报？要去他去，反正我死也不去。那咋办？你这不去的话，知青办是不会放过你的。都怨你非得月底给我工作，现在好了吧？谁能料到老四会使这种肮脏手段？叶明踏这贱人，你给我等着，看我不整死你！行了，让你妈去街道办说和，就说你有工作了，看能不能蒙混过关，给撤销了。那我觉得爸说的有道理，你赶紧去，顺便给老四报名最寒的西北，让他再找个又老又丑的官夫嫁了，一辈子窝在那穷乡僻壤。行了，别嚎了，反正已经断亲了。什么断亲？没错，所以这以后他是死是活都跟我们家没关系。什么？你不想让你女儿叶明美下乡？不是的，我们不是不想下乡，是我家闺女找到工作了。那你把单位证明拿出来。今天走得齐，明天送过来。哪个单位的？我现在就打过去核实。不过如果经查事实不符，你应该知道这后果。我们下乡刚刚就当我是当妈的爱女心切，我检讨。你的确得检讨，这可是光荣的事情，你居然还拖后腿。不会的，我们会准时出发。那行，你赶紧走，别在这里影响我们工作。
神情恍惚离开的叶母，半道他才想起居然忘要下乡补助和老四的下乡地址，便掉头快速返回去。你怎么又来了？这事又反悔了？爹，不是，我是想问一下，这下乡不是有补助吗？我们家怎么没有？给你女儿带回去了，怎么还想讨第二次？是老四这个不像你，他去了哪个村？那是你女儿，回家自个问去。妈，怎么样？取消了吗？取消不了。既然取消不了，那就先去，等1个月后，你妈的工作换给你，就能把你调回城。可是这1个月怎么办？你连这1个月也忍不了，还是说想让他们给你按个改造思想的名头送农场去？都怪老四，都是他害的。别提那个丧门星东西，他竟然把下乡补助全给领走了，这天杀的，怎么不去死呢？什么？他把补助给拿走了？这可是200，不止，加他的足足400，怪不得有底气跟咱们断亲呢。小叶，就是这里，离咱们厂就几步路的事，只是这房里的东西得自个置办，你要是同意就给你住。谢谢赵姐，这房子我租了，我手里钱不多，就先给您1个月。你们怎么还不出门？是想当个逃兵？没有，正要出发。那就赶紧的，8点的火车，晚点的话，你们知道后果的。怎么回事？玉俊哥，我今天下乡。你怎么会下乡？不是叶明他下乡去吗？就是他给我报的名。他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你这是打抱不平，认为他不该下乡支援农村建设？还有你，一个社会主义新青年，这下乡是委屈你了不成？还是说你不想下乡？谁他妈想下乡？那农村是我这样的人该带得吗？想，我们孩子很愿意到农村去锻炼的。不是就好，赶紧走，别磨蹭时间。晚，说好1个月的，你一定给办好。行，你就好好保护自个，可别让那些乡下人给欺负了去。把心放肚子里，我怎么可能跟那些乡下泥腿子沾边？晚，那你再给我点钱。昨天不是给了你50了？穷家富路，不怕多。我这有。谢谢玉俊哥，到时候我一定会还你的。不用还，你用着。晚，怎没看到老四？刚刚你们怎么没问知青办工作人员？没事，回头去查一下。叶明他品德太败坏了，怎么可以因为嫉妒就陷害自己的姐姐？肯定是那帮渣子大骂我了。你在嘟囔什么？没什么，问题有3：油管、螺丝、垫片都得换掉。你这小姑娘别看年纪轻轻的，还真有几分本事的。那这台你修？同志，帮我查一下我家闺女叶明她下乡的地方。你闺女的下乡地方都不知道，不过这也不用查了，她没下乡。什么没下乡？她怎么可能没下乡？她有工作，当然不用下乡。你们当父母的连这都不知道吗？行了，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工作。同志，不好意思啊，叶明他跟家里闹了点矛盾，所以他父母很担心他，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的工作单位？在安通机械厂。安通机械厂？这怎么可能？好他个贱丫头白眼狼，怪不得昨天非得跟我们断亲呢，感情他自个找到工作了。他怎么会进安通机械厂？是谁帮他的？这狗东西，我现在就要找他算账去。女人被父母发现自己不光有工作，还拿走了3姐的下乡补贴，而断亲对于她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阴谋时，狗急跳墙的父母找到拖拉机厂，好债未果反被拿捏，落荒而逃。他自个找到工作，就跟家里断绝关系，生怕沾染上我们这穷父母，而且他还把他姐下乡的补贴200给拿走了。其实这钱拿着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穷点苦点，只是可怜他姐没这补贴，在乡下生活难了。不过我们现在就想确认他是否在这个厂子里，我们当父母的很担心他。我天，有这么没良心的女儿吗？我现在就去叫人，都是同个厂的，应该好找。你是叶明他？你谁？做什么？你爹妈在门口，他们要找你。爹妈找我？对，就在厂门口，他们很担心你。他们是怎么有脸找过来的？这姑娘也太不藏着掖着了，有这么说自个爹妈的吗？他们逼我替我那3姐去下乡，我不依，毕竟我就算是下乡，那也是我自己愿意为下乡建设，而不是替谁。他们见我不同意，就跟我断绝关系了。现在见我自个找到工作了，就贴上来了，这脸可真不是一般的大。既然他们有这个脸来，那我还真得去瞧瞧，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编排我成白眼狼了。师傅，我出去看一下我那对无良的爹妈。这姑娘的嘴就跟那尖刀的一般，她就不怕自个名声不好。行，你去吧。丧良心的狗东西，还居然真在这上班。哟，你们送你的好女儿下乡回来了？孽障，你居然还好意思提这个？你有工作了，为什么还要替你3姐报名？当然是我思想觉悟高啊！叶家那么多孩子，怎么就不能有人去下乡支援农村建设了？这国家号召都不响应，你们的思想真该被改造下。说吧，找我什么事？你这工作怎么找的？当然是招工考上的。像我这种爹妈不疼不亲还当仇人养的女儿，可不得自个找呢。好你个小贱人，你找到工作就故意跟家里断绝关系是吧？我告诉你，没这么便宜的事。哟，
这是反悔了啊，那可白纸黑字写着呢。不过你们反悔也没有用，像你们这种心窝子偏到脚底心的人，我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呢。你们想要闹，那也没关系的，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我赶明就到你们各自的单位去找领导去，讲讲我在叶家这些年受到的虐待，让他们好好帮我查查我是不是这家子亲生的，要不然怎么就光逮着我一个人迫害呢？对了，还有叶明庆、叶明兰和叶明梅的工作单位，反正我不能好，你们全家一个别想好。你叶明他，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闭嘴！你一个外人什么身份来指责我？信不信我写信到部队去问问你领导？你这种思想落后的人，不需要先改造思想吗？叶明他的这一巴掌把其他人都给打懵了，叶父叶母则是被迫激起了昨天他发疯的那些记忆。他们没想到老四居然还会对防御郡发飙。叶明他，你干什么？没看到吗？我打这多管闲事的人。你孽障！叶明他，我只是表达一下关心，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呸！你可别嘴一张就污言秽语，搞得我们像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你这份毁人名声的关心，我可要不起。怎么，你们当真不走？那是先去我们厂领导告我不孝呢，还是去派出所？走走走，我带你们走。等你们告好了，我就挨个去你们叶家各个所在的单位去告。毕竟我长这么大还天天委屈呢，明明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怎么到我就3岁开始干活，5岁开始做饭，7、8岁就能帮你们一大家子7、8口人洗衣呢？顺便问问派出所，能找着我亲爹妈不？我这一生可真是受大苦了。你简直满嘴胡说八道！我哪个胡说了？从出生你们就搞迷信，说我克他，一口奶没喝过，这不是真的吗？你闭嘴！闭不了一点，你们全家7、8口人全都指望着我一个人干活，咋？你们手脚都残废了吗？是没我这个给你们当奴婢的人，你们都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是说你们在我身上享受那种封建的地主感觉？这话一出，他们眼底全是惶恐，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丧良心的东西。你这口不择言的是想要害死我们一大家子吗？呵，现在叫我闭嘴，这是害怕了吗？那就赶紧滚，要不然我可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行，不找你可以，把那200块钱还给我们，以后就当我们没你这个孽女。200，你们还好意思来要？这不是你们该给我的吗？我都没有向你多要，你们就知足吧，不然我倒要跟你算算，你们压榨我10多年的工钱得要怎么算了？是去派出所算，还是去你们俩单位算？叶明他，你太过分了，他们就算是有不是，那也是你的父母。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说我过分？有句话懂一下，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要是再在这儿唧唧歪歪，我还扇你。想要为你的心上人打抱不平，那也等你当上叶家3女婿之后。你别随便乱说，我跟你3姐。呸，听不懂人话吗？我都跟这一家子断绝关系了，哪来的3姐？要掰扯吗？那就别浪费时间，现在就去你们单位。行，你这是翅膀全呼，想飞了，连亲爹妈都不认了。我看你这种白眼狼以后还能有什么好下场？这200就当是我们喂狗了。走，以后别让这种人进我们叶家半步。就算我是狗，那也比连猪狗不如的父母好。有人就天生不配当爹妈。你这丧良心的东西，骂谁猪狗不如，天杀的玩意！我们当初怎么就生了你？你们当初是自个快活才生的我，可别搞得我强迫要被你们给生下一样。要是我能选，我压根就不会选你们。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这是一个姑娘家该说的。从震惊中回神的叶父已经没脸在这儿待下去了，再多待1秒，他都不知道这死丫头还能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简直把他们老脸往地上摩擦。走，以为这就完了？呵，等着吧，老娘会平等撞死你们每个人。女人只因被陌生男人瞥了一眼，就成了事儿精的肉中刺眼中钉。于是事儿精想找事趁机一拳谋私给他开了，却不料遇上的是个光脚不怕穿鞋的硬茬，还是厂里还没入职就直接转正的宝疙瘩，无奈占不到便宜，反惹一身骚。哥，你这脸怎么回事？谁打的你？妈，没谁，是我自己。你当你妈老糊涂了吗？连是不是被扇的都看不出来。我可跟你说，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可去找叶家了。妈，真不是叶叔他们，我是……妈，我哥肯定是被叶老四给打的。昨天我就听别人说叶老四疯了，不仅把家给砸了，还打了明美，连我哥也打了。今天肯定也是被他打的。叶老四这小贱人敢打你，看老娘不去撕了他那张皮！你去了也没用，他跟叶叔断绝关系，搬走了。断绝关系？不可能吧？那他去哪里下乡了？他没下乡，他找到工作了。没下乡，找到工作了？对，他在安通机械厂工作。什么？竟然在安通机械厂工作？那个跟木头一样的叶老四竟然比我先找到工作，这真是叔能忍，婶不能忍。对，正好招工，他自个考上的。他哪来的这么好的运气？他竟然打军人，让他把工作赔给你妹。这事就别想了，小妹的工作我已经托人在找了。还有，你都20了，是不是该计划结婚了？我跟你爸的身体都不好，
你妹也体弱，家里很需要你有个媳妇啊。我知道你喜欢叶家老三，可那姑娘不行，你要是娶了她，那谁照顾我跟你爸还有你妹？弄不好我们还得伺候她。这事以后再说。妈，等我哥以后当了团长，那在部队不得像香饽饽样挑着拣着啊？人家城里条件好的小媳妇从小娇生惯养的，谁能来照顾我们2个老家伙？要是能娶着权高位重的好媳妇给儿子当靠山，倒也不是不行。不过如果家里再有个像叶老四这种爹不亲娘不爱还会干活的来伺候我们老2口就更得了。这老娘真是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窝囊废儿子，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喂，你是猪吗？喂这么多饲料？喂，跟你说话呢，哑巴了吗？我以为是狗在吠呢。你说谁在狗吠？谁硬就是谁，没错，我说的就是你，要不然我这都不认识你，就你一直在吠。他不可置信，一个新来的居然还敢骂他。你可知道我是谁？耳聋吗？刚刚都说了不认识，还来找茬，你能不能别在我这儿吠，很影响我吃饭的。我叔可是副厂长，信不信我让我叔开了你？哎呦，我好怕哟！各位同事，这位说他叔是副厂长，他要以权谋私，无缘无故要开了我呢。请问大家，他叔真是那么大能耐吗？仅只是得罪了他的侄女就会被穿小鞋开除吗？第一，我好好在这吃饭，压根就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就针对我。第二，你刚刚是不说了你是副厂长的侄女，还说了信不信我叫我叔开除你这话？我没说，你这是污蔑。呵，我都不认识你，你要不自报家门，我哪知道你是哪根葱？现在就给你2条路，一是好好向我道歉，二是我找厂领导来解决这事。怎么，这厂里开除一个人是完全凭着要讨好副厂长侄女吗？难道这厂是副厂长一手遮天？本姑娘懒得跟你计较，惹了人就想走，要么道歉，要么我现在就带你一起找厂领导去。你放开我，你这疯子！怎么回事？没什么，闹着玩呢。周副主任，我这可不是闹着玩，我跟他都不认识，正好好吃着饭，他居然上来就开骂，还说他叔是副厂长，信不信叫他叔开了我？周副主任，我这正规考进来的职工都没犯错，这厂里就凭副厂长侄女的喜好来开除一个人的吗？照这么说，我是不是要讨好他？我没有，你胡说。胡不胡说的？这周围又不是我们2个人，想欺负我？呵，你是那盘菜吗？我3下5除2，轻轻松松都够你喝一壶的了。焦同志是向这路道歉，还是跟我一起去焦副厂长那路一趟？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非得揪着这个事不放。不过没关系，有的是收拾你的机会。对不起。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吗？我都没有听见。你要是不诚心，那就别道歉了。我觉得还是找那位副厂长会比较好。对不起。这3字一喊出，他便哭着跑了出去。谢谢周副主任为我讨回公道，那我就先去吃饭了。这还能吃下去？也是个没心没肺的姑娘。本来还想提醒她小心交钱，再次找事，却不成想她已经大口吃饭了。叶明他的确不会怕那个什么副厂长侄女，要是再闹，他就敢写大字报，贴厂里，贴街道上，再去上告。呵，你个小趴菜还想要给我穿小鞋？咱就是说比发疯你也不是菜。也就这么一顿午饭的时间，叶明他的大名几乎传遍了整个厂。但叶明他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是想要在这个厂里谁也不能随便动的位置，那就得拿出真本事，与人抢先卖掉食品厂的工作。愤愤不平的叶家和房家3番5次堵门讨说法，被逼无奈的他折断大姐手，踹断大哥腿，还扬言为了雨露均沾，连小弟也不会放过，吓得2家不寒而栗，落荒而逃。哦，对了，没记错的话，前世的今天食品厂放榜，本还纳闷前世没考试的小姑子是如何顺理成章能在食品厂工作的。莫非姑娘有没有你啊？第一个叶明他是我。有就好，那赶紧去办手续。姑娘，你这考上了不是高兴的事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哎，要是我孙女能考上这厂里就不愁了。于是叶明踏转头把工作卖给了门卫大爷孙女，到账500。第2天一到单位，就看到一夜没归家的方师傅跟老梁正围着发动机犯愁。要不我来试试？别以为昨天那个线圈绕得好，就以为自个什么都行。拉行，敌来。真是胡来。1小时后，困扰了一晚上都没搞好的发动机，就这么被他给搞好了。方师傅一改刚才的讽刺，赶紧竖大拇指。姑娘，你可太行了，终于有人后浪推前浪，给我们2个老家伙拍到沙滩上了，帮我们厂解决了一个棘手难题。更是给冒让他上手的老梁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你觉得这个还有什么改进的空间？这个还真有，我觉得这个动力还不是很足。这样，我回头画个图给你看看。好，正好我那里有一些机械方面的书，反正放在家里也积灰，回头拿给你看。谢谢梁师傅。
吃完闭门羹的叶家和房家不死心，便下班门口堵。靠，真是阴魂不散，那就不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叶明踏还没落，叶明踏脸上的巴掌反响在了大姐脸上，大姐脸瞬间红肿，毕竟她的力气那可比成年男人还要大。打急眼的大姐发狂般再次出击，下一秒不光红肿的脸对称了，手指直接干骨折不能动了。这般操作猛如虎的叶明踏让叶家和房家兄妹都看懵了，不知天高地厚，想挨揍的叶母气不过嗷一声跑来，不料却精准无误的再次响在叶明兰脸上。妈，你打我干什么？你放开你大姐！你要是再动手，我不介意把你这闺女跟你的宝贝大儿子打成残废。被他威胁的叶家人脸色顿时难看无比，尤其是叶明庆，脸绿的可怕。他当然见识过老四的力气有多大，16岁那年因把他叔不小心撕了，叶明他差点捏碎他的手骨。你敢？爸，我的手！老四，这可是你大姐，你怎么能做这种恶毒的事？什么大姐大哥的，别忘了白纸黑字还有他画押呢。那是你妈一时糊涂，不作数的。不作数是吧？那行啊，既然你们都想着我回去，那我听你们的，这就回去。不过得先让我给叶明庆断个腿再说。叶明踏双眼阴森森的朝叶明庆走去。你干什么？耳聋了吗？断你一条腿。放心，今天我心情好，只断你一条，等明天回家再断你另一条。反正没这双腿，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当废物了。你别过来！叶明庆看着越走越近的人，他整个脸惨白的厉害，人也不断往后退。叶明踏看着他这怂样，眼里全是嘲讽。听咔嚓一声，叶明庆的惨叫声响彻天空，痛得脸一片青色，额头冒出一排冷汗。听着儿子的惨叫，叶父叶母同时震惊。明庆，你怎么样？妈，我的腿断了。叶明踏，你找死！叶母的眼睛像是淬了毒一般射过去，恨不得把明踏千刀万剐千刺。放心，想要我死的话，死前我会先把你的儿子闺女一个个弄残。今天就先这样，明天等我回去，你小儿子的腿也保不住。都是兄弟，不能厚此薄彼。既然你们不想我好过，那大家都别过了。叶明踏莞尔一笑，像是恶魔附体。叶明踏，你要是敢碰明凯一下，我不打死你。打死我？不如那我现在就再断叶明庆一条腿可好？放心，我可没你们那么偏心，我活不了，一定雨露均沾，让你们全家陪葬。老天爷，把他抓起来啊！他疯了！妈，救我！明踏，你不要这样！滚！这是叶家的事，你要是再多管闲事，那我不介意连你家一起收拾。听说当年你当兵入选，可是手段不怎么光明呢。你说我把这事举报一下，给你这人生路添个彩蛋如何？你别胡说！叶明踏从他脸上明显看到了一闪而逝的慌乱，难不成他真是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哼，这下子好了，原本只是随口乱说，没想到真给炸出了猫腻。有没有你自个心里有数？不然你慌什么？叶明踏，你别胡乱攀咬我哥。你也别急，毕竟你的事也不少，比如李小翠。叶明踏，你少扯我，你们家的破事我们才不管呢。哥，我们走，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逮谁咬谁。为了防止叶明踏把事给抖出更多，房香玉一把扯着房玉俊快步离开，看着这对兄妹落荒而逃的背影，不由冷嗤一声。行，先不急着收拾你们。他视线再次转向叶明庆。你别过来，既然你不想回叶家，那就别回。爸妈，我们快走。这已经不是他的四闺女了，这是一个冷心无情的疯子，脸色难看无比的叶父算是看出来了。如果真把他给带回叶家，那真是带回去一个祸根。叶明踏，你给我们500，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500？我为什么要给？那我还是比较喜欢回叶家，毕竟打断你几个儿子闺女的腿，才能让我疏解这17年的恨。不过你们放心，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养老的钱我会给你们出的。毕竟那几个残废估计就算是活着，可能也没机会挣钱了。那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回叶家了。我们走，就当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孽女。妈，以后你就当没生过叶明踏，他是发自内心的仇恨咱们，铁了心要回去祸害咱们一家子。我的腿好疼，我要去医院。行，以后就当他死了。而叶明兰则没有跟去医院，因为她怕爸妈会让她付医药费。女人一疯不高兴，导致前世男人退伍，却间接救了今世男人一命。气急败坏的前婆现在女人不单2败俱伤，又去机械厂撒泼打滑整他，结果却扑了个空。小叶，你嫌密一回，估计这车子得开3天。好，你的金手指已到位。好大一个图书馆，花300大洋兑换3本关于飞机的书，直接像一束光，嗖冲脑子里。充完电的他理论知识强的可怕。这是饭菜，饭盒都是新的，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谢谢。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说着再见，身体却很诚实，傻站着没有走的意思。秦同志还有事？叶同志，你有对象吗？没有。你看我怎么样？今年22，目前团长。我们好像刚认识3天。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很想后半生能和叶同志成为革命伴侣。抱歉，我暂时并没有谈对象的打算。钱是他的苦，都是男人给的。今生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然后长命百岁才是他的目标。按前世进程，1年后秦仲会跟防御俊一起出任务牺牲，成了防御俊升团长的垫脚石。如果他跟前世一样短命，能做一个快乐的寡妇也不是不行。叶同志，请不要这么快拒绝我，我不急着要答案。结婚后住家属院没有婆媳矛盾，并且只要我在家，所有家务全包。停一下，我考虑一下，但这段时间我得先工作。好，有什么事的话可以去部队找我或者打电话。该说不说，这男人是真的帅，比那防御俊长得更好。那我先走了，再见。不是秦仲心急，像叶同志这么优秀的姑娘，恐怕很快就成别人媳妇了。小叶，你有什么想法没？动力就有很大问题，它支持不了战斗机的急速飞行。我能申请拆卸吗？当然可以。3天，他拆了又装回来，测试的数据比原装更好。丁，设计新款发动机，时限3个月，奖励1000块钱。我能重新设计一款动力更足、不容易在飞行中出故障的发动机。你真能设计出一个新型发动机？能，不过我最少需要3个月时间。既然你有这个信心，那行，新款发动机的研制就由你来。另外，你需要怎么做，会给你开绿灯配合。梁工，像这小叶这么优秀的人才，就正式调到我们研究院吧。行，工作手续问题我这边会处理好。结果仅1个月，叶明塔就提前研制成功，获得一致好评。他也在友善的工作氛围里感受到了前世前所未有的善意。有人举报你男女问题，这个怎么解释？指导员，这绝对没有。那你是否认识叶明塔这个女同志？她实名举报你多次骚扰，还有征兵时，当地的名额只有2个，当时体检合格的并不是你，不需要我说了吧？退伍吧。是。敬了个礼之后，他神色恍惚地退出了指导员办公室。防御俊被劝退了。秦仲一听这2问题，就知道这人是真废了。叶明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一删可删出了蝴蝶效应。如果他没举报，防御俊就进了突击队，而因2人一起出任务，秦仲牺牲，他抢了原本属于秦仲的功劳，成为团长，前途似锦。儿子，你这不是刚去的吗？怎么就回来了？而且怎么还带那么多东西？就是啊，大哥，你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写了举报信到部队告我骚扰，还有当初入屋顶替的事情。什么？你被开除了？听到儿子前程被毁，怒火让他失去了所有理智，撒腿就要找叶明塔算账。房母本来是要直接去机械厂找叶明塔的，半路遇上叶母正好从屋子里出来，抬手啪啪2巴掌。你他妈神经病啊！打老娘干什么？于是2人扭打在一起。就是你不好好教你闺女，居然跑到我儿子部队去举报，毁了我儿子。他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呢？没准就是别人玩烂的破烂货。你是不是有毛病？叶明他早就跟我们老叶家断绝关系了，你不找他，找我干什么？你们也不想想，他连自己亲姐都举报，何况防御局？我找叶明塔，你们赶紧让他出来。他要是不出来，我就撞死在这儿，让所有人都知道是叶明塔害死我的。叶同志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机械厂，他调去别处了。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们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否则就抓你们。你们是不是包庇叶明塔？反正他要是不出来，老娘就不走。你们有本事那就抓我！已经警告过他的保卫科哪里容他再这么撒泼，当即过来2个人准备把房母给强制扣押。等一下，都是误会，我会带我妈走的。让他们抓我。同志，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叶明塔真的被调走而不是开除？这是我们厂里的事，你没必要打听。你为什么让我走？那小贱人肯定在厂里不敢出来。大哥，我觉得也是，他肯定知道自己举报了你，然后一直防着我们去找他麻烦。我们应该在那边守着，他不可能不下班不出厂的。保卫科的人不可能拿着乱说，这人要是还在厂里，他们直接说不让见就成，没必要多这一嘴。难不成是调去更偏僻的地方？总不能调去城市大厂里吧？对了，哥，上面不会连工作都不给安排吧？房香玉有点害怕，如果他哥没找到工作被安排去下乡，他妈会把他哥当初给他买的那2个洗猪大肠的临时工给大哥让他下乡。半年过去，又黑又瘦的叶明美回首，吓得叶母不敢认。哇，是我啊，明美，你的亲闺女你都不认识了吗？老天爷，你真是我的明美啊！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叶母这话简直就像刀子直接插进了叶明美的心窝上，疼得她鲜血淋漓。哇，乡下的日子苦啊，每天干不完的活，吃不完的苦，饿不完的肚子。好了，先回家再说，有旁人看着呢。叶爸却没心疼的感觉，反而感觉很丢脸。你受苦了，才半年就老成这样。大哥，你的腿怎么残了？没残，只是断了，快要好了。真遗憾，怎么没直接残了呢？